大家好，我是张大七。CentOS 做 NAS 系列的上期我做了添加普通硬盘的挂载，然后实现了共享，那就实现了 NAS 的基础功能。但是作为一个 NAS 呢 ，RAID 或者是说类 RAID 的数据保护机制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做这个事情。那用的工具呢是 SnapRAID。SnapRAID 呢是一个目录级别的冗余存储方案，它与 RAID 的原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它并不是 RAID。简单说一下 SnapRAID 的特点，就数据独立它跟 ANRAID 一样，所有硬盘里的数据是单独存储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抗载能力，这一点也跟 ANRAID 是一样的，没坏的盘里的数据就不会丢你比如说你6块盘，一块做了数据校验，其他的做数据，那就是5+1嘛，对吧？然后这5块盘里，你如果坏了一块，然后你的校验盘也坏了，那就相当于坏掉了1块盘的数据，另外4块盘的数据还在的，跟 ANRAID 是一样的。那配置呢也更灵活 ，SnapRAID 可以配置1到6块校验盘，用来实现更大的阵列。它1块校验盘应该是能给4块盘做校验。第4个就是误删处理，因为 SnapRAID 它的校验同步不是计时的。那校验盘就可以作为误删恢复来使用当然得在你同步前，如果你有此类的需求还是需要使用手动备份或者增量备份。那第5个是空间利用率高，可以使用任意大小的校验盘，只不过校验盘大小不能超过被校验数据的大小。比如说你有2块盘，10T 4T， 如果是 ANRAID 必须10T 做校验，4T 做数据，对吧？但是 SnapRAID 可以4T 做校验，但是10T 的盘它可校验的数据就只有4T， 那剩余的你用的6T 它就不能给你校验了。也就是说这6T 相当于没有数据保护的，但是呢这个可以用来存放不重要的数据，是吧？比较灵活。因为我是用虚拟机演示嘛，那我就先给机器加几块硬盘，那如果你是 NAS 机器装上硬盘就行了，跟 ANRAID 是一样的。我用的虚拟机我加3块盘，50、50、40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安装一下 SnapRAID， 安装的命令也很简单，速度 yum install EPOL-release， 这 EPOL 是一个数据源，有了这个数据源我们才能装 SnapRAID， 不然的话我们自己要去下RPM 包安装那安装命令就是 yum install SnapRAID， 装就可以了，它会提示确认，输入 Y 回车就可以了。那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应该规划一下我们的硬盘使用，是吧？刚才已经说过了，只要有1块盘做数据校验就可以了。那我们用的工具呢就是 fdisk， 进去之后输入 N， 然后就其他的全部默认回车就可以了。然后分区完之后直接输入 W 就保存退出了。做完分区之后呢，我们还要格式化一下。命令呢就是 mkfs.ext4， 这里我们用的是 ext 的文件系统然后输上那个-dev-sdb1 dc1 dd1 都格式化一下。然后呢我们去创建这几个分区的挂载点，我们都创建在 mnt 下disk P 呢是做校验的， disk 1和2是存数据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盘让它启动的时候就自己挂载，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挂载的内容写到 fs-table 里去。那写到 fs-table 里呢，正常我们可以直接把第一位 sdc1 呢直接挂载到挂载点上去，但是呢因为这个灵存下的盘符它是会变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是 sdb， 你下次换一下有可能就成了 sdc 了，这样的话就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出现的概率并不低你只要更换过硬盘它就有可能变。所以呢我们需要获取这个硬盘的唯一 ID， 我们就用 blk-id。当然大家要记住好多操作都是要速度的，速度就是管理员权限来操作，对吧？
有时候我不输啊，但是你输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操作的话，我肯定要输速度的。都做完之后啊，我们就去配置一下 Snapread 它的相关的配置文件。它的配置文件主要内容啊，就是指定谁是校验分区，就是校验目录。当然，我们的校验目录实际上是在某块盘上，是吧？我们就把这个校验目录呢，就叫它校验盘吧。实际上，这个校验盘你可以是任意的盘，比如说我这边有个-date， 我当数据盘了，我也可以把它当校验盘来用。校验盘呢，最多是6块嘛。我这边呢只用1块，然后其他的呢就数据盘，然后 content 呢 ，content 实际上就是个列表，存放那会儿文件列表。看见这个文件列表这个指定啊，大家就应该知道啊，它有一个 Snapread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你如果存放的碎文件、小文件很多啊，它这个文件实际上很大，它做同步的话就很慢。我直接用 vim， 你用你的编辑器来编辑就可以了。我们 CentOS 7的界面下去，打开编辑器操作也是可以的。等上面的操作都做完了之后啊，我们直接可以 Snapread RYSC 来去同步了。这个操作实际上就手动来去备份的，对吧？相当于手动对文件进行校验，校验到校验盘里去。所以这个操作它无法做到实时，就是我们不可能改一点文件就同步一次，改一点文件就同步一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每次都是手动去备，或者是呢，我们做一个定时任务，每天晚上凌晨的时候让它自己去跑一下同步啊。当然，如果你的同步时间特别长，其实当然它这个同步时间一般不会特别长，第一次会长，后面的话它是增量同步啊，所以呢，就同步的花的时间应该不是很多，所以这个操作放在凌晨，应该是不会影响你使用的。那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文件保护做完了。那大家可以看见，现在的文件实际上就是散落在所有的数据盘里。我们当然你这样是可以用的啊，我用哪块盘我就把哪块盘挂上，它都是有保护的。但是我们更想的是，就跟Android或者是 Read 一样，我们把所有的可用的文件存储的空间给它做成一个大的逻辑盘来用。那我们这用的是 MorgFS， 安装的步骤呢就大家就看我怎么操作，照着操作就可以了。反正就是安装开发工具包，安装一些库，然后我们装 MorgFS。装完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开始配置了。我们也是在 MINT 下做一个 vdisk 的分区啊，作为这个联合起来的文件系统的一个挂载点。然后呢，我们把现在挂载的这个数据盘，我这边呢是 disk 1、2，还有-data。我把它挂载到 mount， 就是 MNT vdisk 上，这样的话我就得到了一个逻辑上的数据盘。我直接在这个数据盘上写，它就会跟 Android 一样，它自己来决定把这个数据写到我哪个分区、哪块硬盘，或者说哪个数据目录上去。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实现了完整的 Android 的功能，对吧？这个做完了之后，我们就需要把之前的共享改成这块逻辑盘，把逻辑盘上的数据共享出去，对吧？我去改一下 Samba 的配置，我把 vdisk 下创建一个 date 目录作为我的数据共享目录，把这个 date 作为我存取数据的一个就是共享文件夹来用嘛，对吧？只有我这个用户，因为这里大家可以看我的配置，只有张大奇这个账户登录的是可以访问的。改完配置之后，记得要重启一下服务，是 System Restart Samba。重启完之后啊，你打开你的共享目录，可以看见你现在已经共享成功了。你可以试着在里面创建一个文件，然后再去删除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尝试一下，看看你的操作有没有成功啊。等这个你在 date 里创建了文件之后啊，你再回去看你的原来的物理的，就是咱挂的 disk 1、disk 2，还有-data， 你可以看见它上面的数据实际上是真实的存在原来的那个盘上的。也就是说，这块盘未来的话，你可以直接挂到别的系统上去，它是直接可以读的。也就是现在每一块盘上的文件的读取，它不依赖于其他盘，它跟其他盘的关系只是通过一个联合文件系统把它合并成了一个数据盘而已。所以它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文件系统级别的一个备份嘛。那后面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们再加一块盘，或者说我们现在数据损坏了，比如说我这边呢就是-data 这个分区，我不想作为这个
Snapread 的一个数据盘来用了。我现在额外再给它加一块盘，重新组成一个3块盘的文件保护的阵列。那我这边呢需要再去给我的虚拟机再去加一块盘，然后改完之后重启登到系统下还是老流程啊。我们先把这块盘呢格式化，我去先改一下配置文件吧。Snapread 里我把所有-date 相关的东西全改成disk3 的信息啊，你就模仿着 disk1 和2来写就可以了。改完这个配置呢，你再去运行 snap 相关的命令，它肯定是报错的，对吧？因为我们 disk3 相关的信息还没做呢，对吧？我们需要去给 disk3 创建挂载点，我们还要去给 disk3 做分区，做格式化。都做完之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写到 FS table 里。这有一个重点，就 FS table 里除了我们要把 disk3 挂上，我们还要把那个 vdisk 相关的信息啊都改到disk3 上去。因为之前有个-date 嘛，我们-date 现在不要了，我们改成disk3。都改过去之后啊，我们现在在 snap fix， 它实际上就是修复我们原来 disk 上的信息，修复到 disk3 上去，这样相当于更换了一块硬盘嘛，对吧？因为它这个恢复是从哪里恢复呢？就是从我的原来不是还有一块盘 diskp 嘛，还有一块盘挂在了 diskp 上， diskp 里实际上就有校验信息，也就是备份信息。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备份信息把原来-date 上信息恢复到 disk3 上来。它这个操作实际上是文件级别的操作，相当于一个版本控制嘛，对吧？如果写过代码，用过 Git 的，用过那个其他的版本控制的，你就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版本管理。所以它这个操作呢，它这个备份操作也不是即时的，也就是说你改完了，它不是立刻给你改，你忘记了做同步，然后你又恢复了，实际上这中间的数据就没了，对吧？像我刚才的时候，我虽然共享了，把那个 date 我去创建了一个 date， 然后共享出来了，Symbol 里也有，但实际上我这边，但是我做完那个操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同步一次，没有 sync 一次，然后现在我直接去恢复了原来的这个文件，实际上就是在我上次同步的那个时间点执行那个命令的时间点之前的信息还在，但它之后的操作，包括我创建 date 什么的那个就没了。所以我现在如果还想共享 data， 我就需要去重新创建一个 data， 对吧？那这中间的数据就丢了。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要用这个东西，你一定要么做定时任务，要么你就时刻记着，你改完东西你立刻去做一次同步。那大家可以看见我重新创建了一个 data， 实际上这个重新创建的时候，它已经不在 disk3 上了，它现在去 disk2 上给我创建了。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系统，也就是说这个 Snapread 它也是根据它的规则来去选择盘写到哪，它自己来决定的，对吧？那 Snapread 还有个特性啊，就是可以做文件恢复，比如说误删之类的，只要你还没有做 sync 同步。让我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把这个文件删了，我也不做同步，我直接 fix， 它会把我这段时间做的修改都给我恢复掉，这样我的数据又回来了，相当于就是可以做一个误删的恢复啊。这一点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实用不实用啊，因为你误操作然后再恢复，当然它可以单文件来恢复啊，就是指定恢复某个文件，那这一点可能比较好啊，可以作为误删恢复来去使用啊。那具体的 Snapread 实际上它有不少命令啊，大家可以，如果你安装了这个东西你要用的话，建议还是去看一下手册。如果你觉得看英文比较累呢，你自己去找点那个别人写的用法，把常用的一些命令参数你要记一下，然后用起来。这个非常适合就是手上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盘的这种朋友来去使用啊，也不适合做 read。Android 的性能你如果又不满意，或者 Android 你有像我一样就现在已经放弃 Android 了，那你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啊。那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给大家演示了一下怎么实现一个类似 Android 的文件保护机制啊。我是在 CentOS 上用 Snapread 跟 Morg/FS 就是一个联合文件系统啊来去实现的。那好，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大家下期再见。